对不起，能修复多深的裂痕？这是一场已经冷却的战争。燕婷在开车，雅文坐在副驾，两人都没说话。导航声音空洞地响起，请在500公尺后右转。车窗外是车水马龙，但车内一片死寂。3天前，他们大吵一架，理由是一场晚归，一次无预警的取消家庭聚餐。他说他忘了，他说他心寒，他回不就吃个饭，有必要反应这么大吗？他吼你从来就不在乎我重视的事。沉默了3天，今天他终于说出那句话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。他转头看他一眼，眼神复杂，现在说有用吗？这是很多婚姻里的场景缩影，不是没有对不起，而是我们开始怀疑，一句道歉到底还能修复什么？当裂痕已经很深，对不起还有用吗？还能让关系复原吗？还能把心缝回原样吗？这正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探索的。在现代婚姻里，我们太常误会对不起的功能了。有人以为它是万能胶，说出口关系就会瞬间粘好，也有人觉得它只是形式句，说了也没用，反正事情已经发生了。但其实对不起从来不是魔法，而是一把钥匙。它无法立刻让裂痕消失，但它可以打开那扇原本已经关上的心门。它不是让一切恢复如初，而是让对方看到你愿意放下自我，走近他一点。而这一点就是修复的起点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在一段关系中不犯错，真正决定关系能否重建的，不是是否犯错，而是你有没有勇气为错误负起责任。一句真诚的道歉不会马上结束问题，却能让你们不再彼此对立，而是开始并肩同行。不过我们必须先认清一件事，不是每一句对不起都有修复力，有些道歉其实只是挡箭牌。来看看现代婚姻中常见的3种伪道歉。1. 被迫型，好啦好啦，对不起，行了吧？这是最常见的应付型道歉，目的是让对方闭嘴，不是修复关系。听起来像道歉，其实只是停止争执的按钮，对方听了只会更火大。你根本不觉得自己错了吧？2. 转移型，对不起，但你也有问题啊。这种道歉后面通常会接一长串指责，我是不对，但你态度也很差。这其实是假道歉，真辩解，让原本能够和缓的气氛再次升温。这句话等于在说，我错，但你更错，等于把对不起变成了顺便责怪你一下。3. 空心型，对不起，我也不知道我哪里做错了。这类道歉看似诚恳，实则模糊。当对方无法感受到你了解他的伤痛时，道歉就像是念稿，毫无感动力。修复关系的第一步不是说话，而是懂他的痛点。如果说对不起是一把钥匙，那钥匙要插对位置才打得开锁。那么什么样的道歉才真的有修复力呢？1. 要具体不模糊，与其说对不起，我让你不高兴了，不如说对不起，我说话太不耐烦，伤到你的感受了。第2，要理解，不只是认错，道歉不是因为我被你骂了，而是我理解你为什么伤心。第3，要表达愿意弥补的心，不是我错了，但事情就这样了，而是我知道我让你很受伤，
我很想努力改变，让你能再信任我。真正的道歉不是完成任务，而是愿意为了关系做改变的表达。它不是句点，而是逗点，表示你准备往更深的理解走去。对不起的真正力量是让对方重新相信你的心意。回到故事中的燕婷和雅文，在那句对不起之后，车里还是沉默了一会儿。雅文冷冷地问，你是觉得这样就没事了？燕婷沉默几秒，然后说了一句让她瞬间红了眼的话，不是，我知道你早就不只为了这一次晚归生气了，是我一直让你觉得自己不重要。对不起，我真的想改变，我不要让你再觉得你的期待不值得我重视。那一刻他哭了，不是因为他说对不起，而是因为他终于理解他心里的裂痕在哪里。这才是真正的修复。真正能修复裂痕的，不只是语言，而是你让对方重新相信，你愿意看见他的心，并且为了他改变。有些伤口并不是因为错，而是因为被忽略。婚姻中很多裂痕，不是因为重大事件，而是长期的忽略。不是因为犯了什么大错，而是一次次没关系吧的累积。你有说过这么重要吗？你太敏感了吧？我不是故意的啊。这些话听起来无辜，却会让对方觉得你根本没有想要懂我。所以真正深的裂痕不一定需要什么灾难事件，反而是一种长期被看不见、被不在乎的感觉。而对不起真正的修复力，就是在这些你没发现的痛上说出我现在看见了。这才是婚姻里最珍贵的疗愈时刻。结语，当你愿意为对方低头，关系才会重新站起来。修复婚姻不是一句话的魔法，而是一段新的旅程。这段旅程的起点是一句真诚的对不起，但不止于此，它包含愿意理解对方的痛，而不是只想脱罪；愿意负起责任，而不是自我防卫；愿意表达你很重要，而不是只想让事情翻篇。所以，对不起到底能修复多深的裂痕？答案是取决于你愿意走多深。它能不能让关系完全回到原样，我们无法保证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如果你不说，它永远修不回来。而当你愿意低头，愿意走进对方的世界，你们的关系就可能重新站起来，甚至比以前更紧密。毕竟，有些伤痕会成为关系中最深的连结。只要你肯说出那句“对不起，我现在想懂你了”，